新注册中小企业3年免税，政府部门对企业的检查每年不超过1次，严厉打击利用检查刁难企业的行为。这是网上关于越南改革的描述，我不太相信，于是就特意去了越南政府官网，下载了那份被称为经济解放宣言的68号决议原文，整整15页啊！我让 AR 帮我阻断的翻译，越看越震惊。这不只是政策改了，而是态度变了。为了让你更加直观的理解，我来编一个故事。王富贵是中国商人，娶了一个越南姑娘。最近一份文件让他特别的动心，老丈人告诉他，越南现在开工厂，政府不乱查了，还免税3年呢。真的还是假的？王富贵表示不相信啊，骗你干嘛？开干不就知道了吗？老丈人就回复他。于是他在一家工业园区里边注册了一家袜子工厂。过去这一步得过5关斩6将，地不好批，税不好谈，审批流程等着吧。但是现在政策写得明明白白的，工业园必须预留5%的土地供中小企业使用，审批流程简化，时间缩短。王富贵申请租地1周就下来了批文，费用还打了折，原因就是因为68号决议规定，土地租赁合同签订5年内租金可以减免30%。王富贵把这个消息往群里一发，朋友们都非常的感慨呀，你在越南这私营企业是被当作香饽饽了呀。银行贷款呢？以前中小企业想借钱得靠关系吧，现在不用了。国家开发银行专门设立了中小企业贷款渠道，并给予数字化、绿色转型企业利率补贴。富贵打算上数字制机、智能仓储，也都是在优惠的范围之内。政府甚至还贴了门口一个牌子，写着“欢迎合法经营，不用担心反复检查”。以前最怕的不就是莫名其妙的有人来查消防、查环保、查账什么的。现在政策规定，正常经营的企业每年不得检查超过1次，严禁以检查的名义刁难企业，违规公务员将被问责。富贵忍不住笑了，越南政府真的是把我们这些做实业的当作宝贝了呀。故事是假的，改革是真的，这可不是一次简单的优化营商环境。我把68号决议全文读完，最大的感受是，越南正在进行一次制度层面的重新定位。这份长达15页的中央政治局决议首次在国家纲领当中明确指出，私营经济是国家经济的最重要驱动力。要知道，在越南过去的官方描述当中，私营经济一直是国民经济的一个组成部分。它有用，但是地位有限，更多的时候是被管、被控、被盯。而这一次措辞变了，姿态也变了。私企不再只是被允许存在，而是被鼓励发展的制度核心了。这意味着越南正式转向一种重商主义式的国家发展框架。那么难道它要成为资本主义国家吗？倒也不是。我翻阅了越南的一些主流媒体的报道，说这不是简单的拥抱市场，也不是盲目的放手让民营经济自生自灭，而是一种介于国家主导与市场激励之间的一种新模式。它仍然强调一个统一的领导，但是首次把民营经济纳入战略力量的范畴。它保留了对大方向的调控的能力，但是明确限制政府部门干预市场的边界了。它用制度来明确合法经营者是我们的合作伙伴，而非管理对象。私营经济从配角跃升为主角了，是自1986年革新开放以来越南政治话语中的重大转向。更加深层次的说，这是一次行政权力的自我克制，比如强调不能把行政无能转嫁给企业，不得以监管之名干扰市场之时。越南为什么要这么做呢？这是越南政治传统当中罕见的自我反思。这张图是越南官方发的2024年经济简报，看起来是喜气洋洋的数据啊。2024年 GDP 增长是 7.09%， 社会商品零售总额增长 9.6%， 出口额达到了4055亿美元，贸易顺差是247亿美元，实际利用外资增长 9.3%。但是越往深看，越能够感受到这场改革并不是锦上添花，而是迫在眉睫。首先，越南的增长太依赖外部的引擎了，出口和外资是这份成绩单里最亮眼的部分。出口占 GDP 的比重高达了 85% 以上，每年引进的外资是越南制造业扩张的最大推手了。
这也就意味着，一旦全球订单波动、地缘政治扰动，比如特朗普关税战来袭，整个系统就容易震荡，这是小国很容易扛不住的。第二是内需太薄弱了，民间活力根本是不够的。你注意到了没有？2024年越南人均 GDP 刚刚突破了$4700，但是这已经是被人口增长摊薄之后的结果啊。同时，社会投资总额同比下降7.5%，这就说明民营企业和本土资本没有信心，不敢投。第三，越南正在面临着中等收入陷阱。中等收入陷阱是世界银行提出来的概念。一个国家人均 GDP 达到了$3000到$12000之间时，原本靠廉价劳动力加上出口加工的驱动模式逐渐就失效了。而高附加值产业、创新能力、制度治理尚未健全，导致经济增长就会长期停滞，社会矛盾激化，难以迈入高收入国家的行列啊。很多拉美国家，比如巴西、阿根廷，东南亚国家，比如泰国、马来西亚等等，都是曾经出现了高速增长，但是最后都困在了这个阶段。越南正处于低中等收入国家的这个台阶，这样子的一个小国家是很难靠自己的科技创新去自强自立的，它还需要时间，所以只能靠体制去改革，市场激活来推动效率的提升。所以68号决议不是锦上添花，而是关键破局。越南很清楚，你不能永远靠别人的投资你的未来呀，小国是没有更多的选择的。听到这里，有人可能要说，这个作业是可以抄的呀。国家不同，路径也是不同的，这种事情你和我都没有权限讨论。好了，我说完了，文字版已经发在某众号小狮子的书房，再见。